好，再回到環球大戰線的節目現場，第3趴呢，我們要來看五角大廈的人事地震啊，這究竟是抗中鷹派的一場集結呢，還是在做意識形態的清洗？大家還記得嗎？我們回到2021年的時候，美軍當時在中東戰場吃了一個大虧嘛，然後呢，在阿富汗撤軍的當時啊，那個黑夜裡呢，最後一位登上 C-17運輸機的身影呢，就是這位美國的陸軍非歐司令部的4星上將多納霍。哇，他在阿富汗呢，基本上就是已經是當地的一個戰場傳奇了啦，所以很多的這個豐功偉業，我們這邊就不贅述了。反正呢，他就是一個對於美軍這個歷史來說，在阿富汗戰場很重要的一號人物。當時的這位82空降師的師長，後來坐上4星上將這麼高的一個位置，那現在遭到赫格塞斯做什麼事情？要把他拔關跟逼退，人家沒有特別做錯什麼事情啊，忽然就做這個逼退的動作。但其實我們觀察到，自從川普內閣2.0成立以來，尤其是把國防部改名為戰爭部之後，不只是名字變得更激進，動作也用得更激進。赫格塞斯一上來就大刀闊斧砍了非常多曾經在美軍這個扎實派、穩健派的人物，然後也把美軍很多部队文化，包含前陣子在提倡的多元包容這個 DEI 政策，反正就是全部掃蕩、全部改革，一直在做很多的這個事情。但是這一次動到了這位可以說是戰功赫赫的軍界大佬，這後面可能就有很多的人事故事，而且也引爆了美軍可以來說近10年來最大的一場人事風暴。于老師怎麼看？川普2.0政府找了這位赫格塞斯，以前也當過兵啊，也當過媒體人，但一上來就對這麼多為美軍付出汗馬功勞的人士都把他砍掉，這合理嗎？我坦白講，我聽到這個消息，我都覺得說是一則以喜啊，一則以悲啊。啊，我悲哀的是，一個將軍，一個4星上將，在海格塞斯幹過這種事情太多了。大家還記不記得前一陣的話，蘭德喬治也是4星上將啊，也是號稱最有戰功的、最有戰功的人的話呢，被一個好像有沒有當過上尉，我都懷疑啊，全身刺青，然後的話呢洩露機密，然後的話呢做任何事情，一個節目的主持人就這樣子拔關開除，我都聽到這個消息，我都不敢相信真的，對不對？因為我們《孫子兵法》有言啊，這個夫將者哈是國之福也啊，因為這個國家要強盛，光靠我們學哲學的文人沒啥用，都得靠將軍啊，對不對？這個加入國際政治是講求現實的嘛。那麼現在的話呢，我分成3點來講這個事情啊。海格塞斯當這個戰爭部部長裡面所出現的荒唐啊，那第一個的話呢，就是說你這個本身的話呢，要反對 DEI。反對 DEI 的話呢，是這個軍中的文化哈。你反对 DEI 的理由是什麼？各方面你都完全沒有溝通，就直接把什麼黑人啊、什麼女性啊什麼的，全部都開除了。那開除20多個人。曾經有一次的話呢，有個伊朗登出來，就說美國自己還沒打就垮了，自己開除的人多。然後第二個的話呢，前陣的理由的話，只要不順從他的意思，其實海格塞斯沒有什麼意思，都是川普的意思。川普的意思的話呢，就是主戰派，把國防部改成那個戰爭部，這是個很丟臉的事情，因為任何國家這個有軍隊的目的，止戈為武嘛，對不對？你就是要侵略別國。然後第3件事情的話呢，你這個什麼理由當中引發了軍隊的人事的大震盪啊！這裡面所出現的一個結果，其中非常嚴重。我感覺到很高興的事情是，發覺這中國要崛起了，美國就要很衰弱啊。如果美國很強盛，中國怎麼可能崛起？這個哪裡當敵人呢？那你現在把這個將軍拿來當成玩偶一樣，還不如拉布布嘞。對不對？拉布布你還珍惜？這將軍說滾蛋就滾蛋，4星上將說滾蛋就滾蛋。我的旁邊2位將軍，我都替他們叫屈，聽起來都難過，你知道嗎？因為我們整個軍隊的建立，我們的武器的購買，還有我們本身的一個傳統，對不對？剛剛我們張將軍啊，這個厲將軍也提到，軍隊有自己的文化，就從美軍建構起來。現在美軍成這個鬼樣子了，那就突然之間發覺這個文化好像有點不對勁了。那我們剩下什麼？還好，就是從《孫子兵法》，我們厲將軍是《孫子兵法》很熟啊，所以我只敢提一個開頭啊，他會有進一步的了解。有機會的大家多聽他講講。我覺得對將軍4星上將這樣子搞起來，實在是太難過了。因為我們小時候看到美軍，哪怕是看到個士兵，都覺得很威武。那現在成了這個鬼樣子，我覺得這個講起來的話呢，我覺得是美國衰敗的一個象徵。是啊，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。而且在部队裡面的人士的話呢，士氣都非常低落。美軍的素質就是說，只要不吸毒的高中畢業就可以當兵。那現在的話呢，閱兵，美國前陣的閱兵走那個鬼樣子，那兵源都不足。那現在開口閉口要跟中國單挑。大家有空到大陸去看看，大陸的軍人地位什麼都優先啊，那就不要想的。是，
好，葉老師剛剛提到，他觀察到美軍很多，不管是用人上啦、匪夷所思的地方啦，還是各種文化，其實都跟當年他小時候觀察到的美軍已經很不一樣。我們剛剛也討論很多這個環太平洋軍演的議題，當然，我們剛剛講各式各樣的船艦是絕對的主角，但是現在華府的智庫一個叫做蘭德的單位，他最新推出了一份兵推的報告，指出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哦，就是一旦美中在太平洋戰區開槍走火的話呢，很多受損的這個美國的戰艦，它是根本沒有辦法在戰時迅速的修復、重返戰場的。說白話呢，這些軍艦就是一次性使用，你受傷了，你就要請你回到美國本土去修煉，你不用妄想在第一島鏈盟友有充足的這個船塢容量，或者是政治意願來幫你修船。而且美軍的這個船艦出包的事件，真的不用發生戰爭，就已經這幾年陸續出現。我們看到引以為傲、被譽為最強航母的福特號火災之後呢，美國自己的媒體 CNN 說要整整修1年才能修好。另一艘航母艾森豪維號，這個也是遭到祝融啊，也是反正跟火都很有關係啊，導致了3名水兵受傷啊。最誇張的就是這個伊伯西號的核潛艦，排隊等修啊，一等是多少？等了幾年？11年啊，最後乾脆別修了吧，直接退役報廢了。好，種種的問題都已經顯示美國的造船廠整個量能哦。說難聽點，有點像這個已經是吃到3高的病人了，整個都心血管都塞住了，好像隨時都會心肌梗塞一樣。這接二連三的警訊都已經告訴我們，美國造船業存在非常這個積重難返的懲惡問題。李陽君你怎麼觀察？不只是福特號失火哈，就我們討論這個節目前天哈，6月24號，美國又燒了一艘軍艦哈。我說給各位聽，美國前天又燒的是今年裡面的第7艘失火。第一艘就是福特號嘛，我們都知道，在這個準備對波斯灣打擊的時候，這個庫房失火，那失火以後，他現在後來評估哈，現在回去以後要修1年才會修好。第二艘是什麼呢？是艾森豪威爾號，也是航空母艦。第3艘是朱姆瓦特號的最新型的這種巡洋艦哈，再來叫希金號哈，再來前天燒的這艘是濱海戰鬥艦，2019年才服役的。那前天就又失火燒掉了哈，所以從這個過程裡面，我覺得不只是美國維修出了問題，甚至於他們軍紀哈也出了很大一個這個，我覺得軍紀蕩然無存了。比如說偶爾一次失火可能是意外，但是1年裡面軍艦連燒7場，那就不是意外，那整個是管理結構哈，這個都出了很大問題。對，那在戰場上面，不管是我們陸軍的陸上作戰，或者是海軍的海上作戰，任何戰爭，我們講後勤，打仗打後勤嘛，後勤有4大要素。第一個要素就是要有補給哈，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補給來講的話，為什麼解放軍每次出去，他一定要帶着這個軍艦出去，航母戰鬥群出去，他一定要帶着這種補給船啊，我們講說大奶媽要帶着哦。那美國也在全球各地建立了補給基地。第二個是運輸哈。運輸有多重要？你不要以為海軍不用運輸，海軍一樣要運輸。這次美國不就在運輸方面打伊朗運輸出了大虧嗎？吃了大虧哈。他這個因為這個歐洲啊，包括到法國、西班牙哈，甚至於這個意大利不借給他基地，他飛機變成要從上面飛過去，那經過好幾次空中加油才可以到達中東。由於他這個補給方面，整個運輸的過程之中，這個困難這個比較多哈。所以我覺得也是造成他這次敗戰的一個理由。第3個是醫療哈，所以說海軍來講，我們看到一定有醫療船嘛。那個阿兵哥受傷，你要趕快把他救回來，人是最重要的資本啊。傷兵這個他的這種作戰經驗是非常寶貴也珍貴的，你把他救回來以後，他可以從事戰鬥。第4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保修能力。那美軍現在很明顯的，他保修能力是非常的不足。第一個，我們看到，如果說你要在第1島鏈、第2島鏈之間跟中國發生衝突來講的話，你的保修路線非常的遠。你是不是要回到美國本土保修完以後，軍艦才可以開出來哈？那你說我利用這個日本、韓國來做保修，對不起，日本跟韓國以現在的武器，它照樣在解放軍的導彈的射程範圍之內，你是沒有辦法進這些廠來保修的。另外來講的話，除了這個保修，我們要有這個，尤其是要有船塢，要有維修廠。那另外還要有維修工人。那美國現在維修工人也很明顯的不足哈。這個不足到什麼程度呢？比如說我們講這個博伊西號核航空母艦哈，
它只是修船而已，就修到就直接報廢了，就沒有能力繼續修，供應鏈也出了問題，工人也出了問題，他就沒辦法繼續修。我再舉一艘船，好，你不要說修船的，拆船它都有問題，拆船都有問題。我講一艘船，企業號，美國第一艘核動力的航空母艦，它在2017年的時候就已經除役了，就已經進到船塢裡面去拆船了。就是你知道拆多了，到現在已經將近10年了，還沒拆完。他只有把核反應堆拆掉，整個核反應堆其實應該是最難拆的。那你拆掉以後，其他鋼鐵部分你應該很好拆，當廢鐵賣掉嘛。但是拆到現在還沒有拆完，所以他現在一直占着一個船塢，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這種軍艦造艦速度會這麼慢，因為他這樣就空掉一個船塢，他就沒辦法運用。那沒辦法用的話，你不要說修船，你造船都出了問題。了解。好，談完這個海上航行呢，我們再來看在天空飛的。號稱最強的5代隱形戰機 F-35呢，厲害是厲害，成本也是很高啊。最近它的全任務執行率一個驚人的數字，25%，已經低到這個程度。這代表什麼？就是每4架 F-35裡面呢，只有1架它是可以隨時升空來執行所有的作戰任務。那其他的不是缺零件，就是缺維護，反正就是躺在機庫裡面當這個飛行皇後。好，就是很特別的，就是現在我們不管是船，不管是飛機，美軍的一些基礎戰力，其實在今年的消耗來說，都已經是蠻捉襟見肘了。但是2026年美軍那是什麼？虎狼之師啊！看到左打委內瑞拉，右踢伊朗，而且眼中還盯着古巴跟整個加勒比海，感覺就是前方到處在點火，但你自己家裡卻瘋狂在失血，前線拉滿，後勤拉垮，這種非常極限的撕裂哦。所以張教授，你本來就是空軍出身，這個 F-35這個案例就反映出了美軍內部是不是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，感覺就有這種悖論的一個概念。美國以前都是雙機種，比如說美國那個空軍做的這個 F-16，它有 F-15，F-15負責制空，F-16負責打擊。現在逆中戰機也這樣，F-22跟 F-35，你知道美國都是雙機種，但是在 F-15跟 F-16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數量都很大。那 F-35跟 F-22兩个逆中出來的時候 ，F-22做到180架停產不做了，成本太高太貴了，對，那就是 F-35。你注意看，結果現在就幾乎變成單機種了，都是 F-35在飛，F-22沒有 ，F 的妥善率更低，它每一個小時的飛行成本150萬台幣，哇，好貴哦，因為為了它逆中，這個零件換，那個要換，對，好，那就 F-22幾乎都不太出來。啊，都是 F-35，所以 F-35出勤率太高，那出2個問題。第一個，我們知道任何的東西都要有備份件，它備份件不夠。另外一個調撥件，我們備份件還有調撥件。我們知道我們車子4個輪胎，你不要忘了後面還有個備胎，所以它的備份件是25%，1/4啊。對，你4個輪胎，你後面備一個，你注意看每一部車都有，那換句話說，你有沒有達到25%？這就叫備份。備份件完畢之後，用完之後，你看調撥過來調撥件。但是問題是，美國是大後勤，因為美國太大了，還有海外基地那麼多，它的調撥件不夠啦。美國一架飛機你要知道，一架飛機5萬個零件、零組件、組件、系統件加起來5萬件，你缺一個飛機好的，雷達好的，跟火控系統終點到了不好，你這架飛機要不要出任務？飛起來都沒問題，雷達可以抓到什麼？但是你不能發射飛彈，因為火控系統不對，那個已經過時，那個要換，裡面有個件一個 module 要抽換，你沒有抽換，沒有說。那現在呢？美國飛行又變成了線上維修，在飛行線上是維修的。另外一個呢是廠級維修，你要進廠，廠在哪？廠不在這邊，廠在原廠，因為美國都是合約商，這是雷神的，這是 L3的，這是洛克希德馬丁的，這是格魯曼的，這是諾斯諾普公司的，這是波音公司的，這奇異公司，太多了，都普惠公司都不一樣，每一個都有智慧財產權。為什麼我靠這個吃飯的？我這個技術會不會給你？所以美國空軍也不會修，那就要送到原廠修。問題出在這邊，所以你這個備份件 OK， 系統這個調撥件有沒有？沒有調撥件，一下就到點了，所以它的妥善率低。出勤率低，就變成這樣，而且又是 F-35，就這一個機型 ，F-22 在美國本土幾乎不出來的，所以你注意看，它整個是問題是出在這邊。那現在這個大後勤完畢之後，我認為美國要走上精準後勤，因為我也是管後勤，不要以為我飛行，我副司令我也是管後勤，結果要精準後勤。你有沒有精準後勤？這個飛機出了問題的時候，立刻送到人道衛星，立刻送到原廠。我這個地方這個那個慣性
萬向陀螺壞掉了，那個肉心會知道，馬上一個 pin 就給他，他就到那邊去，馬上要送過來。有沒有做到這個精準後勤？美國現在可能還沒有精準後勤，還是大後勤。是，那這樣的話，他就會我們講緩不濟急。你線上出了問題，你沒有辦法做一個快速調撥，那你怎麼辦？那好，妥善你就一直下降，那就會變成拆拼。我這架飛機缺了個螺，那架飛機是故障啊，要拯救，把它拆過來。我這一个我们这一个我们叫做我们叫做那个叫做一个马達，渦輪馬達壞了，把它也調過來，就變成它一直都被拆來拆去。在這規定3個月之後內一定要它要飛過，不能一直變成拆拼機。好，那它要3個月快到，把這個東西通通還回去。東拼西湊，東拼西湊，就變成這樣子。對，那你這樣的話，東西會，因為這有規定的，不然那就一直報廢了。不是這個樣。所以問題就是這個後勤呢，沒有走上精準後勤，是感覺到現在捉襟見肘，妥善率跟出勤率就會下降。是，好，謝謝教授幫我們的精闢點評。所以確實點出了現在 F-35啊，這個雖然量體很大，但是背後也存在很多的後勤的隱憂。我們休息一下，待會再回來。觀眾朋友們，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！因應呢美中、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，你看到的是新聞，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。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，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，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、歷史脈絡拆解、局勢推演邏輯。同時解鎖會員勳章、優先互動權、問題解析、幕後花絮，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。點擊下方的加入鍵，一起成為戰友吧！我們會員頻道見。